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去到一個 point，覺得每日無論飲幾多咖啡或者瞓幾多覺，你都覺得硬係好攰好攰咁樣呢？如果你對以上嘅説話有同感呢，咁今日呢條片呢就可能幫到你啦。Hello，我係 Christy。以下幾個呢係我自己親身去實驗過，而又真係可以幫我提升到精神嘅方法，就唔包括去食藥啊或者飲 Monster 呢啲咁樣嘅能量飲品。戴個頭盔先，其實每個人嘅體質咧都有唔同，咁所以呢啲方法可能對我 work，但係就未必一定對個個人都 work 嘅。不過以下落嚟我介紹嘅方法咧，都係 back up by 一啲科學嘅數據啦，同埋統計啦，咁所以有一定嘅可信性。skip 早餐呢招咧，對我嚟講咧就真係最有效啦。以前咧阿媽話唔食早餐咧會令到你血糖過低啊，成日都冇精神啊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 old school 嘅學説嚟嘅。咁而家都好流行斷食減肥啦，fasting 咧其實有好多好處嘅，包括可能令你嘅消化系統可以有多啲時間休息啦，甚至可以加快你嘅新陳代謝。而比較少提到嘅咧，就係其實 fasting 對提升你朝頭早嘅表現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，因為斷食咧可以直接提升你身體入邊嘅腎上腺素。由你瞓覺前嗰一刻開始計咧，其實你已經有8個鐘冇食嘢啦，咁所以咧你嘅身體嘅血糖量就會開始慢慢變低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咧就會刺激到你嘅腎上腺素提升。你可以想像一下，以前我哋啲祖先咧，可能咧去到餓到咁上下咧，佢就要我係時候出去做嘢啦，我要打獵啦。咁但係反之而，如果你食飽嘅話咧，就會翻去個山度嘅休息。咁個道理都一樣嘅。其實你個人比較飢餓嘅時候咧，就係你嘅精神同埋集中力咧比較高嘅時候。而呢個咧亦都係你可以集中精神去工作嘅好時機。所以一般嚟講咧，朝頭早咧我會 fast 到大約12點零鐘啦，咁先開始去食我嘅第一餐。而我就會把握9至11呢段黃金時間去做一啲可能需要更多創意啦，或者需要更多集中力嘅工作。太陽對身體好就人人都知啦，咁但係究竟太陽光同埋我哋人嘅精神有啲咩關係呢？簡單嚟講咧，我哋身體入邊有好多呢啲感光嘅神經元，而佢哋咧就好似細胞嘅時鐘咁樣，去令佢哋知道而家究竟係一日入邊嘅幾多點鐘，你係咪應該開工或者應該收工。所以陽光咧就會刺激到呢啲感光嘅神經元啦，然後佢哋就會話俾細胞知道，我而家係朝頭早啦，係時候去集中精神做嘢啦。除此之外咧，陽光咧仲會刺激皮質醇嘅產生啦。可能你睇得雞精廣告多，會覺得皮質醇唔係好嘢。其實如果長時期皮質醇偏高咧，係的確對你身體唔好，會造成好多 stress。但係只係講緊一個朝早有更加高嘅皮質醇咧，係會令到你個人 feel 更加 motivated， 更加有能量去工作同埋做嘢嘅。所以而家每一個朝早咧，我會大約花30分鐘嘅時間去曬下太陽，去吸收陽光。如果嗰日嘅天色比較陰暗或者雲層比較多嘅時候咧，你可能就會需要多啲時間去儲呢啲光子。所以我嘅建議就係，如果而家你仲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，你試下喺啲半室外嘅地方去開始你嘅一日，咁你嘅精神都會高啲嘅。我相信睇得呢條片嘅人9成99咧都係有飲咖啡嘅習慣。你可能會 focus 喺每日你飲幾多杯咖啡，但係咧其實最關鍵嘅 factor 就係你每日喺乜嘢時候去飲呢杯咖啡。一個人全日有幾眼瞓咧，其實就 depends on 你身體入邊有幾多呢種叫做 adenosine 嘅物質，而呢種物質累積得越多咧，你嗰日就會越眼瞓。而咖啡之所以提神，係因為佢 block 咗你嘅身體，唔俾佢感受呢種物質。一旦如果去到2、3點啦，當你嘅咖啡因已經消耗到7、8、8，你嘅身體突然間接觸翻大量嘅呢種物質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突然間覺得超級眼瞓，亦即係我哋稱之為 caffeine crash 嘅感覺啦。所以我嘅建議係一早起身，利用陽光刺激嘅皮質醇，去令到你朝頭早集中精神去做好嘢，然之後將第一杯咖啡延遲到去可能12點或者1點先飲，咁樣咧你就唔會2、3點突然間收皮啦。唔好開燈瞓，唔好瞓覺前用電話。如果你臨瞓前突然間忽發奇想，想 check 下自己嘅卡數啊，或者你同你嘅另一半咧 text 到臨黑埋眼前一刻咧，你個身體咧就會原本想準備收工，但係又突然間以為自己要開工，因為你手機入邊嘅藍光咧會增加你嘅皮質醇產生啦，兼且去減低你嘅褪黑色素，而呢2樣嘢咧都會令到你休息唔好，瞓唔到覺，最終會影響你嘅新陳代謝，令到你個人 refresh 唔到，第2日咧都會好眼瞓嘅。
但係如果你真係需要喺臨瞓前做嘢，which 我知道 work from home 令到好多人做嘢做到臨瞓覺前一刻啦。咁如果係呢個 case 嘅話咧，你可以試下開好啲嘅紅色燈，可能係一啲燈上邊加塊紅色嘅玻璃紙也好，因為紅色燈咧唔會令到你嘅褪黑色素減少，亦都唔會增加你嘅皮質醇。咁所以用紅色燈嚟做嘢咧，其實基本上係唔會咁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嘅。最後一樣嘢啦，就係如果我琴晚瞓得唔好，咁點搞咧？答案就係佛系處理。咁頭先我講過啦，其實你有幾眼瞓係 depends on 你身體入邊有幾多 adenosine。咁你可以想像下咧，好似打機儲氣咁樣，你儲得越多氣咧，你個朝咧就轟得越勁。咁而 adenosine 都一樣啦，如果你儲得喺身體越多咧，你嗰晚咧就可以一炮過瞓得越好啦。但係如果你因為琴晚失眠而晏晝咧走咗去補眠嘅話咧，就好似漏氣咁樣。去到同一日嘅夜晚咧，你都可能未必覺得好攰，未必瞓得着，咁就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啦。今日就分享住呢5招先。喺呢度咧，我想 credit 翻一個我最常聽嘅健康 YouTube channel，叫做 Huberman Lab。佢係由一個 Stanford 嘅醫學系教授去分析完一啲統計數字啊，或者醫學文章，去再digest咧，去話俾我哋 layman 知有啲乜嘢方法可以改善健康嘅。而我呢啲方法咧都係 inspired by 佢嘅 podcast。想知道更加多改善健康嘅方法，即刻 click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你仲可以留言話我知你哋對咩 topic 有興趣。今日就係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